台湾茶曾经风靡欧美，这场100年前的荣光背后，其实是3位传奇人物共同写下的史诗。今天我们就来揭晓，究竟谁才是台湾的茶王？第一位是来自苏格兰的约翰·陶德 （John Dodd），12岁离家到香港，从电特洋行的学徒做起。淡水开港后，22岁的他来到台湾寻找新商机，并落脚在大稻埕。他深入原住民部落，结交族人，甚至曾被酋长提亲，想将孙女嫁给他。马该博士第一次踏上台湾时，住的正是他的家。John Dodd 最初在 Manga 寻求发展，却因日益高涨的排洋情绪，遭遇了激烈的租屋冲突，甚至导致洋行职员被打伤。事件之后，依然将目光投向大稻埕，在此设立宝顺洋行，引进福州制茶技术，并成功将台湾乌龙茶推向纽约上流社会及欧洲各地。从此，台湾乌龙茶成为支撑北部经济的命脉。然而，见到 John Dodd 的成功后，许多外国商人也纷纷设立制茶工厂。1877年，清国茶商大举独占茶叶市场，逼使 John Dodd 事业面临破产危机。John Dodd 经营的宝顺洋行最终停止营业。与 John Dodd 同时期，还有一位从清贫中翻身的年轻人李春生。李春生是摆渡船人之子，15岁时随父于福建厦门礼拜堂受洗，因此说得一口流利英文。他从打杂学徒一路晋升为买办，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。后来跟着 John Dodd 来台湾做起茶叶生意。他后来自立门户，创办三达石油公司，经营煤油生意，是本土资本的代表，还跨足银行、报业、土地与民间治理，大稻埕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他的财富仅次于板桥林家，是当时第2大富豪。李春生笃信基督，也透过 John Dodd 协助马该博士在台湾传教，同时也是活跃于政经界的人物。晚年热衷宗教研究。当时代走进日治中期，一位传奇茶叶大亨悄然崛起。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，在台湾茶之父李春生的提拔下，创立了经济茶行，正式投入茶叶的制造与贩售。不同于欧美人主攻乌龙茶，将重心放在包种茶，他所生产的高级茶叶，甚至还没运上船，就已被日本与东南亚买家抢先订购一空。陈天来更是懂得布局的实业家，他精准掌控了整条大稻埕贵德街的地产。这条因茶而贵的街道，在日治时期几乎是他的茶叶王国。他与当时日本总督的好交情，促成了制茶税的减免，让台湾茶产业蓬勃发展。他的宅邸气派如王府，被誉为当时大稻埕的第1豪宅，至今仍矗立于贵德街上，默默诉说着往昔荣光，等待修复开放。他是日治时期最懂得在制度中翻转命运的茶叶王者。乱世中的3位追梦少年，代表了台湾茶叶外销的起点，本土资本的崛起与殖民时代的深层力量。哪一位是你心中的台湾茶王？台湾茶故事，下集见。